那現在很多人講說，我還要關注嘛，關注權值股什麼時候開始談？特別是關注這個台積電。那如果我今天講台積電，畢竟還是佔整個台灣市值最關鍵的那個部位嘛。那如果做台積電或者這些重要的權值股的話，我有什麼樣的值得觀察？特別是台積電已經跌到現在，我看到只剩下2200多了，对，2200多了，对。那基本上呢，台積電雖然有拉回，而且呢也慢慢靠近半年線。不過如果以跌幅來講，說實在不是很多，大概跌1成，真的要謝謝有護國神山，否則我們的加權指數會更慘。那通常台積電也往往會被外資當成最大台的 ATM 提款機，這有時候真的是非戰之罪。所以你會發現到，真的沒有一家法人機構在看壞台積電的。但是他們呢，有時候必須呢，迫於呢資金面的移動，所以外資要賣台股要提款，當然就是找最大台提款機。但是這也浮現了一種呢，就是危機入市的機會。既然基本面沒有變差，可是股價卻打折，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可以留意的買點。那我觀察台積電通常會除了它自己本身的基本面之外，再去放大追蹤就是第一個它的 ADR 走勢。因為 ADR 往往有仙人指路的作用 ，ADR 它是很純粹的在反映國外機構法人對台積電的看法和做法。那因為我們的2330年台積電它是夾雜的，包括國內的法人，還有國內的散戶、政府基金等等，它因素比較多，所以 ADR 是很純粹的。所以你如果看到 ADR 開始往上漲，而且呢溢價率拉開，我長期有追蹤台積電 ADR 跟它原股之間的溢價關係，它都是溢價。那如果溢價來到20%到25%的時候，就會非常有利於台灣的原股往前衝。那反之，如果溢價收斂到15%到10%的時候，其實就會壓抑到我們台積電的原股。那第二個當然就觀察台幣，台幣這一波連續的回貶之後，一直都沒有出現一個有效的帶量止貶回升的訊號。你說台幣的也是一個觀察指標。對，因為台幣弱，那台積電呢就還是又會遭殃。對，不過我認為啦，投資台積電應該是所有我們股民標準配備大家一定要有台積電，不論你是直接買整張買零股或透過 ETF 間接參與都很好。而且呢，請記住，我認為投資台積電到目前來看只有2種價錢，便宜跟很便宜。我常常聽到有人說買台積電只會買貴不會買錯，對，我說我沒有很認同，因為呢到現在為止它都不貴。好，我們知道呢今年市場的共識，台積電 EPS 至少100，那現在應該要去反映2027了，明年呢至少呢130，樂觀可以看150，那到後年呢就有機會來挑戰200，所以未來2年之內，如果台積電 EPS 跳增到200元，20倍到25倍本益比，它的目標價應該就往4000到5000來走。對，所以你會想。想要買在2200還是2100或2300，大家總是想要省一點。可是如果你堅定的認同魏哲家所釋放出來的展望跟法人對於 EPS 的預測，台積電會到4000到5000。如果你跟我一樣認同的話，真的5000的那一天，你只會在意你手上有沒有買夠，對，有沒有買足夠？你不會在意我當初到底是2260買還是2300買，其實相對是其次。所以我覺得投資台積電最大的風險不是你買高，而是你買太少。但而且我看你做了一個表，今天如果是買台積電，我不是要買高或買低，我要不要抱得夠久？对，因為如果說你剛剛講的，今天不管要到4000、5000，那其實不是2026年的事，也不是2027年的事，你可能要報到2028年，沒錯，才有這樣的一個數字，沒錯。對，那當然呢，這也順帶一提，但我覺得很厲害，你如果報不到2年，你就有1倍的收益了。對，所以我覺得，當然台股每年都有呢數百檔個股漲幅可以呢碾壓台積電，贏過台積電。這我完全同意。對，但是呢，我覺得台積電是一個勝率很高的標的，因為它就是世界最棒。但是它不一定會是讓你投資獲利率、報酬率最高的那一檔標的。所以你可以呢看自己的資金去做分配，手中一定要有台積電，也比較不會呢在指數將來如果攻5萬或6萬的時候被邊緣化，覺得沒有參與感。但是呢，是不是要 all in 台積電？我覺得這就要看個人。那未來你們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說你這張表。到底2027年、2008年您最多的解碼，這個是怎麼來看待你這張表？好，我認為呢，其實台積電不要漲很快，像其實最近它就有點陷入了僵局嘛，不太漲，然後還有點拉回修正。但是其實對於台積電這種股票，本來就是慢慢上去比較好。所以假設呢，它在明年已經呢直接衝到了4200，
我覺得它反而是有一點跑太快了。你跑在基本面前面，主人跟狗離得比較遠的時候，那就會有修正的壓力。所以假設呢，持股很多的人，如果在明年你發現它超進度跑到4200，那這個時候呢，你不僅不要追也許你要考慮一下，要不要先做一點調節。那當然，如果你願意呢，是採取一個更長線的投資布局，那2028我認為是大有機會，就是往5000元以上走，甚至可以看到5500、5600。不過真的來到這個價位的時候，你可能也要留意法人會不會開始呢站在賣方，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積電就確實會變得比較貴了。非常貴。那另外一次大家非常關心的就是鴻海，因為講說 AI 它是一個非常標準 AI， 而且現在的 Rubin 的它很多的機櫃都是鴻海做的。可是鴻海本來大家認為說你到300是正常的怎麼一樣呢？你碰到300了以後，又不斷的往下修正嘞。其實。當然，法人喊300元目標價是有所本因為我們知道目標價一定是根據預估的 EPS， 那給予一定的合理的本益比。好，那我想呢，鴻海到底能不能長期持有這是一個相對比較和選擇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在看電子五哥那鴻海確實呢，他很會賺管理財。下游的組裝產業本來就很難有高毛利率嘛，這是先天的產業的限制。可是鴻海的毛利率硬是可以比它其他同業高出呢，也許1到3個百分點，這個必須要肯定它。可是你會發現，它的所謂相對高的毛利率，那大概也就是呢7%、8%，那它就是沒辦法像台達電、台光電、聯發科或台積電的毛利率，這是產品別、產業別先天的不一樣。所以，如果我們是想參與 AI 這個時代，那我覺得就要看你鴻海你要跟誰比你跟其他五哥比，我覺得可以續抱。但呢，如果你的資金有限，你買了鴻海，可能就少了你去投資台積電或其他 AI 股的空間，那就要想一想因為呢，我算了一下年初到現在呢，我們大盤指數即便最近拉回，大概漲43%，那鴻海年初到現在，猜一下大概漲多少？3%漲幅真的有點少。寶傑，我再跟你講。中華電信今年年初到現在漲了8%，它比中華電信都還少。我本來不好意思說，我怕傷了投資人心，但是這麼一說，這是事實，這是事實。連台泥都漲了7%，對，台泥都7%，對啊。所以我知道大家對鴻海可能會有一些情懷，不過投資真的有時候你愛公司之餘，也要多愛一下自己的錢吶。对，所以它的重點，它的毛利率是太低。那我們知道，我們要投資很多都要投資龍頭股。投資龍頭股裡面，我們在各產業裡面，比如像 Vera Rubin 裡面，它現在要開始上市，等於要推出來了。推出來以後，你就想，我要去注意到這些散熱啦，這些這個所謂的電源啦。對，因為有人講說，其實 AI 的總的這個所謂的方向不會變，但是它裡面的小細節，比如說從開始組裝啦、老 AI 啦，到後來你開始散熱啦，到後來你的電源管理啦，它是在轉變當中。那個轉變當中，我要怎麼去注意呢？當然，這個要牽涉到大家有沒有產業研究的興趣跟經驗啦。確實不容易。但是呢，我可以把一個架構跟大家講。我們很確定就是呢 ，AI 就是一個長遠不可逆的趨勢。然後呢，它總是需要有更強的算力，有更快的傳輸，有更大的功耗。有必要呢，當然也要做更快的散熱。所以這整個大的方向架構它是不會改变的。可是問題來了，剛才牽涉到這裡面呢，可能有電源的升級、零組件的升級、散熱的升級、PCB 的升級。好，可是因為我們知道呢，所有的大廠它在扶植供應商的時候，第一，它一定不會呢仰賴單一獨佔的供應商。我最少你再厲害，我都要找2家、3家、4家那這樣才能夠呢去平衡它的一個供貨風險。那第二呢？關於所謂的升級之後的方案，其實我們國內有很多這些 AI 的龍頭股，大家也都碰過這個輝達改規格的這個議題也都吃過這個虧。一下子均熱片要少一片一下子呢可能它的一個散熱方案又改變了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大家也不要把它視為是一個天大利空。其實如果站在產業經營的角度來看，大客戶他往往也就不可能是單押，我2年後、3年後只採取某一種特定的解決方案 solution，我一定是2、3種同時在並行。那到時候我就會看良率，還有看成本，看呢供貨有沒有遇到瓶頸。所以這個部分呢，它隨時會隨着科技產業的一些規格上面的調整，突然就出現誰的訂單暴增，但是呢，此消彼長，就有人訂單的市占率就下滑。所以我覺得，當然，我們在 AI 時代必然要投資，但怎麼投資呢？第一個，大者越大，強者恆強。其實台股
有一個現象，就是往往一個族群熱起來的時候，大家常常呢看着最厲害的公司、龍頭股或高價股，但不買它，但是把錢都投到呢2、3線的小公司。但是其實我們剛才講，規格是越來越高，對，難度越來越難。如果大廠假設都吃不到，那2、3線怎麼可能吃得到？對，那有飯吃也是大廠先吃飽再說，才會有外溢出來訂單。所以呢，就像爬山嘛，爬象山、親子舉家都可以，你要爬玉山没練過了不行。所以只有大厂才能夠呢，跟着國際的超大廠繼續登喜馬拉雅山。好，所以大者越大，強者更強。那第二個呢，我認為就是大廠也是會碰到規格的更迭，那轉變。所以呢，如果自己去判斷，到底誰會受惠，或者說誰可以讓我呢重壓，你覺得會比較難的話，其實倒不如就是去買 ETF。因為 ETF 會幫你把這些產業基本面的变化詳細的研究完成之後，再包進它的投資組合。对，待會我們會好好的來談 ETF。可是你剛剛講說，我現在去買那些龍頭股，那可是我們知道台灣的股票其實類股是不斷的輪動。你看今天是 CPO， 明天是被動元件，特別是之前的被動元件好到爆。那被動元件裡面的龍頭，我剛剛講是國巨，可是國巨現在被開玩笑說你變成聖誕樹了，你漲到12000點，1200，漲到1200，現在跌到了500多。那我要怎麼？接下來這個類股是一直在動的，它的整個的，有人開始從 CPO， 有人講矽晶圓，我到底有哪些的類股，或是哪些的族群，是我現在進到8月我是可以注意到的？我想其實關於很多漲價產業大家要先分清楚，就是它到底是全系列的產品都在漲，還是只有特定或少數規格在漲？那就目前呢，舉凡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漲價概念股，不論是被動元件、記憶體、石英元件、功率元件等等，其實只有記憶體是全部都在漲。所以這個大家先記住。那換句話說，我認為啦，如果記憶體沒有辦法有效的止跌回升的話，那對於所有其他漲價產業，這個真的是非常不利因為記憶體是指標，對，是指標。因為大家想看，以海力士最厲害的 HBM 的龍頭公司，它現在的預估本益比只剩下5倍了。它如果上不去，其他的南亞科、華邦電或國巨、華新科，真的不知道它怎麼漲。所以這是一個關鍵。但是我認為記憶體當然仍然是一個真正受惠於 AI 發展的戰略資源重要產業。好，那再來呢，漲價幅度比較明顯，而且也受惠於 AI 升級的，就是被動元件。但被動元件裡面又分成電容、電阻、電感。那其實大家還是要詳細去分。簡單來說，只有高階的在漲價，那低階的現在都還在呢割喉那主要都還是因為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影響嘛。所以其實我剛才有提到，如果你是2、3線公司，各位，你真的相信他打入輝達？我是不敢相信，法人也不敢相信。所以題材熱的時候，大家不會管那麼多，蒙着眼睛，反正小廠股性更活潑。但是現在海水退潮了，你就看看第二季這些所謂的被動元件的廠商，誰毛利往上，誰毛利根本沒有提升，你就知道大部分它可能還是呢耕耘在消費性電子的領域。所以其實你如果覺得很難分，我怎麼知道誰的 AI 比重高？那也是那句老話嘛。買 AI 的龍頭，所以被動元件龍頭当然就是國巨。那另外AI 比重比較高的，包括像和生堂或者是金山電，他們其實在這個MLCC 或者是鋁質電容確實都有一定的技術實力。我覺得你講到國巨，我覺得非常好玩，因為現在有網絡上很多嘲笑國巨的這些梗圖跟這樣迷因，你怎麼來看國巨？國巨本來不是很看好，它也破了，它等於是被動元件破了千金股的帶的龍頭，可是它現在呢又掉下來，甚至掉到500多以下。這個股票現在大家是对它不信任呢，還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首先我覺得這一波國巨到底基本面有沒有確實往上？這個當然大家有數字可查上半年的營收呢都繳出了亮麗的2位數成長。那確實它也是在全球中高階 MLCC 市占呢也是居前的，尤其在這個氮質電容的部分更是呢全球的寡占的領導廠商。所以基本面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為什麼它的股價這個腰斬？確實蠻匪夷所思的，因為我們發現呢，投信並不是主要的兇手，賣壓並不大尤其大家常常在追蹤的像0098EA，到目前為止呢，它是一張都沒有賣掉。
所以我想，當然經理人也是認同基本面是向上的才會呢堅定的續抱持股。可是股價卻有這麼大的修正，那代表背後確實有一些不太看得清楚的籌碼，所以這個部分呢，現在市場當然眾說紛紜啦，因為大家擔心他大股東是不是有在賣股票嘞？對，那當然就至少呢公開的資訊來看，大股東並沒有申報轉讓，但是我們在市場20-30年經驗來看公開申報轉讓當然走的是一個合法的管道，因為你必須要先做事前的申報，然後全市場都會知道。但是呢，通常還有一種做法，如果大股東一天賣股票最多9張，不要超過10張，你可以不必申報。所以我不曉得有沒有人每天9張在賣尤其如果你分了好幾個人頭戶，假設10個人頭戶，那也可以一天90張在賣耶。那畢竟以他這個高價來看的話，每天如果真的賣個9張或90張，累積起來也是蠻大一筆錢。好，那你剛剛有提到說，對一般散戶來講，你就是做 ETF， 因為他把你分散投資。那像我其實我就很簡单，我就是定時定額，这個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省事的。是，可是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要怎麼選擇？因為本來想說，我選擇有人想主動被動，可是有一個人告訴我說，不對啊，主動能夠贏大盤的幾率其實是相對來的低的。那可是又有人講說，主動你要的獲利又比被動要好很多。那我到底該怎麼選？我到底該選主動還是被動？那在 ETF 裡面，我到底要選那個以半導體為主的，還是我到底是一個到底用什麼來去選擇它呢？投資朋友真的會很辛苦、很困惑哈，因為呢，一定常常看到呢各種不同的文章啦，但是大家有可能看到的是各家不同投信針對不同產品的行銷文，所以你可能會被誤導哈。那事實上，我們講出事實真相。我就以呢主動式 ETF 規模最大的00981A 跟呢被動式規模最大的0050，簡單就績效的表現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截至到今年5月27為止，因為那一天是981A 它的淨值跟股價創下歷史最高，到那一天為止，我光今年以來等於是呢5個多月，它的報酬率是93.5%。很厲害快1倍了。那同期間呢，0050的報酬率是只有56.3%。所以如果我們取這一段來做比較你會得到一個結論：主動式果然贏過大盤，不愧是王牌經理人。但是7月份現在修正了，對，這一段期間呢，0050是跌了9.88%，跌9.8%。981A 呢是跌了18.64%是0050的1倍。所以跌的時候，它也跌比較深。那這個時候呢，0050的業務員可能就會跟大家講：你看，我們被動型的贏過了主動型的了。所以其實這個比較有時候就是取決在當時市場的情境，還有呢你比較的到底是多長期間哪一段週期。那客觀來說，其實台灣因為畢竟我覺得我們資訊還是不對稱越資訊發達、資金充分流通的所謂的完全開放的市場，像美國股市或者像成熟的歐洲股市，經理人要靠着選股跟擇時擊敗大盤，就是越難。所以最後能夠贏過大盤的，那真的可能就是呢，像一粒沙一樣非常低的幾率。但是以台股來講，始終都是有能夠擊敗大盤的這些明星經理人。對。雖然主動式 ETF 發展到現在大概也就是1年半的時間，不過我們發展主動式基金也有幾十年，所以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的台股基金都有一些能夠擊敗大盤。好，所以我個人會認為，與其我去硬要去一刀二分比較誰優誰劣，倒不如呢我們就做好資產配置。像我自己，我同時也有主動式台股，也有呢被動式的市值。對，那不管哪一邊贏，其實我都是贏家。好，那而且這也代表我能夠理解，並且呢相信其實台股隨着輪動的變化，有些時候比較容易選到呢擊敗台積電、擊敗大盤的個股，但有些時候呢，其實個股可能就會相對變得很難操作。那你不如讓自己呢也能夠參與到指數的成長空間。尤其我們提到台積電是最佔指數的，對，所以如果你也認同台積電真的是一家非常有成長性、能見度又很高的公司，所以台股將来要看5萬6萬，真的不是夢。那這樣來講的話，當然0050就會是一個好選擇。可是如果我當然選0050選被動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想選那種你剛才講主動式的 ETF 也好，主動式的基金也好，你看到現在上面五花八門，各個家都提出來了。
那我到底怎麼選呢？那有人講說，你就選那個最好的。他說，你如果那個績效現在好，他以後相對來講都比較好。但有人告訴我說，你現在選最好是因為他現在選的股是對的，他哪一天他股下來，他跌得比人更慘。那我到底在這麼多的基金裡面，我要用什麼的標準？我要怎麼去看它的這個所謂的營收也好啦，或者它的成分也好，我要有哪些指標讓我去選擇這些基金呢？好，那我覺得當然主動式越來越多了。好，那大家就想哦，通常一開始各家投信它所推出來募集的第一檔主動式，你會派出公司裡面排名老3、排名老4、排名老5的經理人嗎？不會嘛？你一定就是找你認為最信任的王牌。所以老實說，我覺得越早推出越早成立的，它應該就是屬於這個操盤手，就是該公司的鎮店之寶，王牌。基金經理人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我這樣，我就去打听基金經理人，我就是選那個最厲害的基金經理人嗎？对，其實主動式的操盤手經理人就像是一家米其林餐廳的主廚。所以大家也有這種經驗嘛，你不用跑到米其林，你吃了那20年的巷口老店，一旦呢那個老師傅退休之後，他說啊，味道都變了。餐廳廚師最重要，地點沒變，那個餐廳的招牌也沒換，可是味道就變了。所以主動式經理人確實就是那個中破塞。好，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去看一下經理人他過去的經歷，他有沒有超過主動式基金，超了多久？是超了5年，還是超了10年、20年？然後在他操盤那個期間，他一定會遇到過不止一次的多空循環。多頭的時候能不能遠遠的勝過大盤？空頭的時候能不能比大盤跌的少一些？好，這是當然一個很重要的點。但除此之外，主動式經紀人有時候操作太好，大家也是怕被挖角。那挖角或者他自己離職創業自己操盤，那你的中破塞又跑掉怎麼辦？所以呢，團隊作戰也很重要。因為其實一個經理人強，真的後面有很多你看不見的無名英雄，整個投研團隊。所以通常我還有另外一個觀察方法，這一家投信公司他以前的基金，或者是像如果他已經有很多 ETF， 有沒有同時很多檔都進榜？因為如果呢有很多檔都進榜，那表示他們是整個團隊在運作的，在打團體戰，而不是真的只靠一個特別聰明的人。這也是一個指標。是。那剛剛講，現在還有一種說法是說，有人講說，你就買0050，有人就買0056。那為什麼買0050跟0056跟你的年紀有關？他說，像我這個年紀已經60幾歲了，我要準備退休了，所以我應該0056的配比比較高一點，0050少一點，是這個樣子嗎？我會建議呢，其實我們就參考資產配置當中裡面非常著名的生命週期法。生命週期的意思就是呢，按照每個人不同的年齡，隨着年齡越增長的話，理論上當然我們的投資就要越趨保守，或者在現金流的配置上面就會需要再增加。所以一般我們會去定義就是比較成長型或積極型，大概像是呢股票裡面的市值型標的，甚至主動式台股，還有像一些主題產業，像半導體、像 AI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積極的。那另外呢，如果像高股息，特別是高息低波動，然後或者像債券型，這個就是能夠提供現金流，然後它不是不會跌，但是至少它整體的波動幅度會比較低。那這個配置上面呢，我們該怎麼拿捏比重呢？其實就是用100減掉年齡。舉例來講如果用寶傑哥舉例，60歲的話，我們100減掉60，這40% 就是您目前建議放在比較積極標的的比重。所以你可以有40% 拿去買0050，或者是去買主動式台股。那你應該有60% 呢去投資一些債券或者是高息。好，那相对来講，如果是年輕朋友的話，你剩下30歲，那當然你呢投資在積極標的、股票型的標的，就可以拉高到70%左右。好，那最后微良剛剛講的，因為現在找你談這個意思，本來已經到了48000了。然後呢，到了48000，這個這1、2個月來，我們居然跌了那麼多，跌了8000多點。然後呢，現在下探到了這個所謂的4萬點，他就會非常非常的焦慮。最後，你能不能告訴我們說，在這樣的狀況下，這個底到底到什麼時候？然後呢，在這個狀況下，我到底要怎麼來看待這個股市？我這個時候還能進場嗎？我這個時候到底怎麼樣子來看待這個股市呢？我想我一定要強調我們冷靜跟客觀回頭檢視之後，真的發現呢，不論是總體的經濟或產業或大部分的 AI 科技成長股，他們真的基本面
沒有不好，沒有修正，反倒是呢，在過去這1-2個月，我們還看到蠻多是被呢持續的往上做修正。所以呢，現在呢，真的不是在跌基本面不好，修正的是市場的情緒和籌碼。那當然會有一段陣痛期，但是往往呢，行情總是在絕望中誕生。所以後續會不會落底？我們除了觀察融資籌碼的沉澱，那另外呢，韓國股市，因為畢竟它跟美股跟台股的聯動程度也越來越高，它能不能呢出現有效的止跌反彈？那再者就是台幣能不能止貶回升？這幾個關鍵訊號大家去追蹤之外，那記住，其實行情呢都是在最絕望的時候才會看到那個最便宜、最好的長期買點。所以我喜歡分享就是順市場趨勢，反群眾心理。既然我們知道基本面趨勢在往上，可是現在的群眾的心理越來越悲觀了，那大家只要再多忍耐一下，烏雲有時候會把陽光遮住，可是太陽一直都在。对，所以我想 AI 的发展真的沒有改變，這個腳步還在提速當中。那只要呢盤點好現金，那避免就是採取過度槓桿或者想要一次 all in 的心態，真的大跌過後就會有超額報酬。好，那我們非常謝謝威良，就告訴我們是今天大家台語有句話說心頭了定，看手背做紅台。那等於說今天如果你今天沒有過度的槓桿，你今天是這一個合理的或是定時定額的這個投資在的股市，其實現在我們就等着守着雲開見月明。謝謝威良，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網购是這樣直接進来。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